我求老公去墓地看看我們的孩子，卻被他冷漠拒絕了。那是你的孩子，與我無關。老公失憶了，他記得所有人，唯獨忘了我和女兒。我心想，這也不錯，至少在我死的時候，他不會這麼痛苦。可當我真死在他眼前時，一向冷靜沉穩的他卻崩潰了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的老公鍾明浩失憶了，他記得所有人，唯獨就忘了我和我們的女兒。我走進病房，看見鍾明浩正靜靜地看着正在為他削蘋果的女人，臉上是我許久沒見過的溫柔與深情。那一刻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淚就掉了下來。曾幾何時，他也是像這樣柔情似水地望着我，現在那目光已經被他放到了其他人身上。那位女士是鍾明浩的主治醫師白月，也是他學生時期的初戀。鍾明浩一看到我，臉色迅速變得很冷。你來做什麼？我勉為其難地掛上微笑，舉起手裡的保溫壺向他解釋，來給你送雞湯。白月眉頭緊鎖，反駁道，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喝雞湯，太油膩了，不利於康復。鍾明浩臉上立刻露出嫌惡的表情。我當初真是瞎了眼才娶你，拿這種惡心的東西給我，是想要我的命嗎？不容我辯解，他便將保溫壺扔向了我。金黃色的雞湯帶着星星點點的油脂濺了我滿身，我狼狽不堪。我身體輕輕顫抖着，抬頭望向無動於衷的鍾明浩，隨後我感到十分無力地垂下了頭。自從明浩失憶，他就對我形同陌路，看我像在看一個陌生人。而隨着白月頻繁的探望，他的心中漸漸只剩下了他的影子。鍾明浩對我的嫌棄不再遮掩，仿佛和我結婚是他一生的恥辱。他那不耐煩的語調和煩躁的目光，每一次都要把我的心割開似的。我強壓下內心的痛苦，勉強擠出笑容，維護着最後一絲尊嚴，悄然離開了病房。白月跟在我後面走了出來，他眉頭緊皺，語重心長，宋清，你要是真心為了明浩好，就別出現在他面前了。你的存在對他不僅沒好處，反而會讓他情緒波動變大，這樣可能會給他的大腦造成二次創傷。我行屍走肉一般離開了醫院。我回憶起我們的過去，從學生時代開始，鍾明浩和我就是眾人眼中的神仙眷侶。7年的婚姻，我們從未有過爭執。我們在春日裡手牽手沐浴暖陽，也在雨後夜晚的漫步在林蔭小道上。對我們的女兒，他更是寵愛，幾乎是事事親力親為。他會抱着女兒，輕聲細語教她識字，耐心地給女兒編小辮子，甚至每天凌晨5點就起床，只為給女兒親手做兒童餐。我曾以為我們會永遠這麼幸福下去，然而2個月前的那場事故完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軌跡。那個平常的早晨，我和往常一樣陪她給女兒做好兒童餐，給女兒蓋好被子，親親她的小臉之後就去上班了。中午的時候接到醫院電話，我的世界瞬間崩塌了。鍾明浩開車去送女兒上舞蹈課的時候，在一個十字路口被一輛突然衝出的卡車攔腰撞翻，悲劇就此發生。由於路程很短，鍾明浩並沒有讓孩子坐在安全座椅上，在2車相撞的時候，孩子被拋出車外，當場去世。而駕駛座上的鍾明浩雖然只受了輕傷，精神卻遭受重創。他親眼目睹了最疼愛的女兒死去，一遍遍地質問為何死的不是自己。我強忍着悲痛，安慰他這只是一場意外，不必這麼自責。但他的精神狀態日益下降，
我每天守在他身邊，生怕他做出傻事，但他還是3次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。第1次，他借故洗澡，卻遲遲未出。我衝進浴室，只見他躺在浴缸邊，一隻手裡拿着我的修眉刀，另一隻手血跡斑駁，令人心痛。所幸搶救及時，他活了下來。第2次，他偷偷攢下了許多安眠藥，在一個夜晚全都餵進了嘴裡。我發現不對勁，立刻打了120，再次把他從鬼門關帶了回來。第3次，他趁我不注意，偷偷跑出了家，開着車故意撞向了路中間的防護欄，駕車猛撞向護欄。車禍之後，他失去了記憶，醫生診斷這是創傷後遺症。他忘了我，也忘記了我們失去的孩子。我回到了我們充滿回憶的家，家裡每個角落都有熟悉的味道。為了不觸動明浩的傷疤，我早把女兒的所有物件精心收拾起來，放在了儲物間深處。我用鑰匙打開了儲物間，抱着她最愛的小熊玩偶，在儲物室內不知不覺中睡着了。一陣雜亂的聲音把我驚醒，推開門，我看到鐘明浩正指揮着搬家公司往外辦東西。這一幕讓我有些茫然。明浩，你出院回家了？鐘明浩神色中透露出明顯的不耐煩，語氣冷冰冰地說道：“難道我不該出院？我要在醫院安家不成？宋清，我對你沒有半點感情，離婚吧，我要和白月住在一起。”他的話語如同一記重錘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再給我一點時間，就1個月，或者更短。我問，他的聲音十分微弱，仿佛隨時都會被風吹散。然而，鐘明浩根本不願再多等1秒。他撥通電話，把白月叫來了。白月是和他的父母一同抵達的。我本以為公公婆婆會是最能理解我的人，正準備告訴他們情況，卻被婆婆一把拉出了門外。婆婆留心看了一眼屋內，確認明浩聽不見，才輕輕合上了門。宋清，你難道想害死他嗎？失憶未必不是好事。我們知道你失去孩子很痛苦，但你怎能忍心讓我們這對老骨頭也承受失去孩子的打擊？看在我們的份上，答應離婚吧，放過他，也放過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苦笑一聲，輕聲應了一個好。我的爽快似乎出乎他們的意料。公公婆婆一時愣在原地。公公拍拍我的肩，嘆了口氣，滿是無奈。我重新回到了屋內，見到鐘明浩正凝視着女兒的遺像，眉頭緊緊皺在一起。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無憂無慮。公公婆婆生怕這場景再次刺痛他的心，擔心地在旁邊守着。那照片上的人是誰？他顫抖着聲音問。我喉嚨發緊，幾乎說不出話來，卡在喉嚨的哽咽只能硬生生咽下。我轉身的瞬間，在無人看見的角度落下了一滴滾燙的淚珠。白月見狀，先一步開口。那是宋清姐和她前夫的女兒，已經不在了。聽到她這麼說，鐘明浩的眼神更加冷漠，甚至帶上了幾分嫌棄。他猛地將遺像摔到地上，玻璃頓時碎得滿地都是。我怎麼會和你這樣的人結婚？還死過個孩子，真晦氣。他似乎還不夠解氣，竟狠心地在照片上跺了幾腳。我眼眶泛紅，猛地撲過去保護女兒的遺像，不顧玻璃劃破肌膚。那一刻，身體的痛楚遠不及心靈的悲痛。最終，這場鬧劇在公公的阻止下才平息下來。我遵照他的意願簽了離婚協議，只等冷靜期結束，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自由。鐘明浩臉上毫不掩飾着喜悅。我看到他和白月手牽在一起，那畫面就好像他當年和我領證的時候，那時我依靠在他肩上，如今
他身旁已經換了人。女兒去世後的第99條天是清明節，我在陰雨綿綿中抱着一束太陽花，站在女兒的墓碑前，墓碑上是女兒甜美的笑容。我突然想起了前幾天晚上做的夢，夢中的小丫頭噙着淚問我：媽媽，爸爸怎麼不來看看我？欣欣這裡好疼。我拿着手機，遲疑許久，最終還是撥通了那個熟稔於心的號碼。漫長的等待後，他終於把電話接了起來，聲音夾雜着不耐煩，從話筒裡傳過來：你到底要幹什麼？別再打來了，你真的很煩。明浩，就來墓園看欣欣一眼吧，他想你。話語未盡，便被他冷硬地打斷。宋清，他跟我有什麼關係？不等我說話，那邊已經傳來了忙音。我自嘲一笑，對着照片中的女兒自言自語：欣欣寶貝，爸爸他身體不太好，等他身體康復一些，他就會來看你了。說完，我向一側的管理員示意：我女兒旁邊這個墓我定了，簽約吧。欣欣，媽媽很快就能來陪你了。等待工作人員取來合同的時候，卻看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，穿着休閒服的鍾明浩映入眼簾。我心下不由一顫，他終究還是心軟了。我趕緊上前，正想喊他，卻在望見了他身旁的白月，所有言語卡在了喉嚨。他轉頭看到我，立刻皺起眉，冷冷地問道：宋清，你跟蹤我？我張嘴想做辯解，最終還是沒有說出口。解釋還有何意義？我苦笑，還以為你是為欣欣而來。他目光掠過墓碑上的笑靨，又露出了那副厭惡的表情。真倒胃口。白月，咱們別把團團埋在這個早死的孩子邊上了吧，多喪氣呀！小小年紀就……白月懷抱着一隻死去的貓咪，滿臉悲痛。我聽見他用這種惡毒的話語說自己的孩子，我呼吸一滯。白月抽泣着，帶着幾分委屈：明浩，你忘了陰陽先生的話了，這裡風水最好，最適合團團安息，能讓他快點去投胎，將來成為我們的孩子。鍾明浩笑了笑，立刻摟住了白月的肩：好好好，你呀，還沒結婚就這麼想要孩子了。團團真的能成我們的孩子嗎？白月輕柔地撫摸着懷裡的貓，柔聲應道：當然，但當務之急是讓團團盡快入土為安。天氣炎熱，不能再拖了。此刻，工作人員把合同拿了過來，卻被鍾明浩攔下。他拿着銀行卡，傲慢地道：這塊地我買了。工作人員望向我，面露難色：抱歉，這位女士早就看中這塊地了，並且現在正好要簽合同。鍾明浩眉頭緊鎖，不滿地瞥了我一眼：宋清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連墓地都要爭，趕着去投胎，人還活着買什麼墓？是，我還活着，但我的生命已經可以看見盡頭了。我已經胃癌晚期了，是在他失憶那天確診的。我站在走廊裡，面容冷靜，心裡只覺得解脫，與周圍那些悲痛哭泣的病人形成了鮮明對比。他的記憶丟失了，很好，而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，也很好。鍾明浩還在我耳邊說：宋清，那個墓地能讓給我嗎？我掩去眼中的黯淡，語氣平和地說：抱歉，我也很需要這個墓，這是為我自己準備的。白月聽到這話，眼眶泛紅，聲音微顫：宋清姐，就當是我求你了，你想和明浩在一起。當年我選擇退出，是團團一直陪着我，現在我只是想讓他有個安息之地。為什麼你還要跟我搶呢？他怎麼好意思說是他讓給我的？分明是他選擇出國，拋棄了鍾明浩。在他最煎熬的時光裡，是我守在他身旁，照顧他，哄他開心，一步步幫他走出陰霾。後來我們自然而然的相愛，結婚。
在愛中生下了欣欣，怎麼到了他口中，一切都變了？白月，你別胡扯了。情緒波動讓我忍不住開始咳嗽，可白月顯然不想就這麼算了，上前一步，扯着我的袖子，逼問道：“我哪裡胡扯了？你倒是說說看啊！”我抬頭迎向白月挑釁的眼神，咳得面頰泛紅，終究還是選擇了沉默。這時，鐘明浩傳來了一聲不屑的冷笑：“宋清，你又在演生病的戲碼了嗎？”原以為不會再心痛了，可我還是會因為他的冷言冷語搖搖欲墜。經過這段時間的消磨，我曾經那些衣裙穿上身，仿佛掛在我的骨架上，空蕩的能裝下風。我的眼睛失去了光澤，臉頰凹陷，看起來不人不鬼的，十分駭人。而他卻冷冷地說：“這只是我的偽裝。”周圍的人看出我的不對勁，連忙上前攙扶。就在這瞬間，鐘明浩飛快奪過工作人員手中的合同，刷刷幾筆簽下名字，順手將銀行卡遞給了目瞪口呆的工作人員。另一邊，白月正忙着安葬他的愛貓，工作人員被這一連串操作弄得措手不及。我着急插手阻止那只貓下葬，卻在靠近墓碑的剎那被白月推了一把，我頓時摔倒在泥濘的地上。我緊緊蜷縮着身體，開始不停咳嗽，身子抖得像風裡的落葉。隨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衣襟都被染紅了。我看着地上刺目的紅，我想我怕是時日無多了。白月退後幾步，神色慌張，他心虛地抓住鐘明浩的手，急切地辯解道：“明浩。”我就輕輕碰了他一下，真的沒用力。鐘明浩竟意外地沒有立刻安撫他，反倒是抽回了自己的手，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複雜的情緒，我一時之間讀不懂。我眼皮越來越沉，倒下之前似乎看到鐘明浩向我跑了過來，他眼裡的慌亂的目光讓我本能地想伸手撫摸他的臉頰。即將觸碰到他的那一刻，世界陷入了無盡的黑暗，我的手無力地垂落，耳畔是男人痛徹心扉的哭喊，接着一切歸於寂靜，身上寒冷無比，寒冷到我幾乎要忘記溫暖是什麼感覺了。再次醒來，我發現疼痛消失了，而且變得輕盈無比，直到我意識到自己漂浮在半空中。我低頭看見病床上躺着已經停止心跳的自己，原來我已經死了。我平靜地注視着鐘明浩在醫院裡失控的呼喊：“不可能！求你們救救他！他怎麼會死？怎麼可能？”他哭得雙眼通紅，近乎瘋狂地嘶喊着：“他不是一直厭惡我嗎？按理說，我的離去應當讓他感到解脫才是。為什麼他看起來這麼痛苦？難道是他恢復了記憶？”白月拽着他，試圖讓他冷靜，可他卻甩開了白月的手。他拒絕進食，晝夜不分地守護在我的遺體旁。我望着他蒼白的臉色，渾身上下透露出難以掩飾的疲憊。鐘明浩仍舊倔強地不願讓我下葬，最終是我的閨蜜珊珊來罵醒了他。當我得知自己只剩下1個月的時間的時候，就已經和珊珊安排好了後事。我看到這個一向堅強的女孩哭得不能自已經，我多想上前抱抱她，卻恍然想起自己已經是亡魂了，只好自嘲地苦笑了2聲。醒醒吧，鐘明浩，宋清已經走了，你要真的愛他，你就讓他早點入土為安。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埋在女兒旁邊，你成全他吧。這話如同晴天霹靂，鐘明浩頓時踉蹌着摔倒在地上，接着他發瘋一樣衝出了門外。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靈魂隨他一同來到了墓園。鐘明浩重重跪下，雙手顫抖着輕觸墓碑上女兒的笑臉。他艱難地爬上前，緊緊環抱住那冰冷的石碑，
仿佛是在擁抱着自己的孩子。我看見坐在墓碑上同為靈魂的女兒，她雙腿交疊，笑得眼角彎彎。媽媽，爸爸終於來看我了呀！我撫摸着女兒的髮梢，死了也好，至少能永遠和女兒在一起了。鐘明浩放開了女兒的墓碑，起身來到了女兒旁邊的墓。他拼盡全力地想要移動那沉重的石碑，他的指尖因與粗糙石面摩擦而流血，但他不顧一切地繼續挖。我想阻止，卻發現我的手徑直穿透了他的身體。我又一次忘了，我早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。無奈之下，我只好抱着女兒，在一旁看着鐘明浩那雙手逐漸沾滿血污。過了一陣，白月匆匆趕來，他抓住近乎崩潰的鐘明浩，厲聲呵斥：“你是不是瘋了？那是團團的墓，你這樣做，他還怎麼投胎做我們的孩子？”鐘明浩聽到他的話，頓時怒不可遏，啪的一聲，他扇了白月一巴掌。白月愣在原地，難以置信地看着鐘明浩：“都是你的錯，還有那隻死貓，是你害死了宋清，你滾！”白月眼神頓時變得冰冷，一抹狠戾閃過。突然，他拽住鐘明浩，從兜裡掏出一支注射器，針頭插進了鐘明浩，往他體內注射了不明液體。我眼見着鐘明浩的身軀逐漸癱軟，我在鐘明浩周圍焦急地徘徊，卻束手無策。女兒疑惑地問我：“媽媽，那個阿姨對爸爸做了什麼？爸爸怎麼不動了？”我安撫好擔憂的女兒，跟在他們身後飄去。我跟着他們來到一個小診所，這個地方略顯老舊，看起來不是很正規。白月衝着一個長得十分富態的女人抱怨道：“張姐，你這樣的效果怎麼越來越不頂用了？”她這次不到24小時就清醒了。女人眉頭緊鎖，滿臉疑惑：“不應該啊，除非是突然受到了刺激，否則藥效不會這麼快失效的。”白月沉吟片刻，臉上露出了猙獰的表情。他竟然真的愛上了那個女人，憑什麼沒了我，他還能活得如此滋潤？明明他心裡最該裝着的人是我呀！我不服，我一個國外回來的高材生，憑什麼活得不如他們？不過沒關係，很快這一切都將屬於我！哈哈哈！我就要故意激怒他。哪怕他只剩下1個月的壽命，我也絕不會讓他好過。白月的表情扭曲得如同從地獄逃脫的惡魔，令人不寒而慄。沒想到他竟然這麼恨我，但他說的那些到底意味着什麼？明浩的失憶跟他有關係？如果真有這麼一種藥，能讓明浩徹底忘記那些傷痛，我或許願意嘗試。但前提是這種藥不能傷害他。之前我真的想過，只要鐘明浩幸福，哪怕他與白月共度餘生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可我萬萬沒料到，白月的城府如此之深。白月自小便是眾人矚目的焦點，一路順風順水。大學畢業後，他選擇了出國深造，而我和明浩則開始創業。7年的努力，我們的醫藥企業小有成就了。這時，白月回國了，他心高氣傲，看不上小的診所，但大醫院又把他拒之門外。他曾找上我們，試圖用我們的平台推銷他的藥品，卻被明浩果斷拒絕了。原因並不是明浩拋棄過他，而是他的藥存在嚴重問題。經過明浩的檢測，那種藥物副作用極大，絕不適合推向市場。之後，不知白月通過什麼手段進入了市人民醫院，還當上了明浩的主診醫生。這樣一來，他對我的病情了如指掌，也就不奇怪了。那中年女人檢查完明浩後，神情變得凝重起來。明浩，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，繼續用藥怕是有風險。白月卻冷笑一聲，滿不在乎地揮了揮手，加大劑量。中年女人欲言又止，
在白月凌厲的眼神下，只得照辦。我竭盡全力阻攔，揮舞着拳頭，卻絲毫無法改變現狀。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給明浩注射那管針水。我看到明浩的睫毛輕輕抖動，隨後睜開眼，輕輕喊了句“白月”。我頹然跌坐在地，一股無力感湧上心頭。不是已經不會痛了嗎？為何我還是感到了心如刀割？無盡的苦澀幾乎將我吞沒。鐘明浩笑得十分溫柔：“白月，我想回家看看父母。”白月答：“我陪你去。”明浩微微搖頭：“不用了，白月，你的項目不是正需要資金支持嗎？我去和爸媽談談，我的積蓄都在他們那兒，我不想讓他們誤會，認為你跟我在一起是為了錢。”鐘明浩沒有把話說完，但白月閃過一絲被說中心事的尷尬，他勉強笑了笑，連聲否認，順勢表達了自己對明浩的深情，這才送他出門。我緊跟其後，和鐘明浩一起坐上了出租車。他安靜地坐在後座，閉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思考什麼。我在他身邊默默地坐着，像之前無數次的那樣。我望向窗外，有多久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寧靜了？不對，這方向根本不是去他父母家的路。出租車緩緩在了一個小區門口，這兒是我和鐘明浩共同的家。他在樓下花店挑了一束代表永恆記憶的勿忘我，又跟粉攤老奶奶買了一份熱騰騰的炒粉。他滿臉洋溢着幸福，對老奶奶說：“我老婆特愛吃這個。”她像我們還甜蜜的日子，抱着鮮花，提着美食，輕快地踏上樓梯，背影像個剛談戀愛的愣頭青。一推開家門，鐘明浩就大聲嚷嚷起來：“老婆，我回來了！猜猜我給你帶回什麼好東西？是你最愛的那份炒粉。我們剛創業那會兒，2個人窩在租來的房子裡，每天都吃着最便宜的炒粉，明浩卻總能樂在其中，用他的樂觀將我們辛苦的日子經營得十分甜蜜。他的記憶開始出現混淆，仿佛遺忘了我已經去世這件事。他在屋子裡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，得到的只有沉默。他拿出手機，不厭其煩地撥了一遍又一遍我的號碼，然而那個號碼再也不會被接起來了。那一刻，鐘明浩似乎意識到了什麼，臉色逐漸蒼白，眼中的光芒也逐漸暗淡下去。他無力地跌坐在地，呆滯地望着天花板，憔悴的模樣讓人揪心。我就這麼靜靜地陪在他身旁，周圍的一切靜得令人心悸。良久，他開始瘋狂地在屋裡四處尋找，最終在臥室床頭櫃的深處，他終於找到了他想要的東西——一枚戒指。他輕輕拾起，珍惜地將它套在右手無名指上，臉上綻放出甜美而欣慰的笑容，宛如找回了丟失的寶貝。這是我們的婚戒，並不華麗，也並不昂貴，但在他眼中卻是無價之寶。甚至我們有些積蓄之後，也沒想把它換掉。然而，在記憶混亂的日子裡，他竟嫌棄地摘下了它，丟給了我。明浩有個壞習慣，東西經常隨手放，還好我一直替他妥善保管着。此時，他注意到了桌上我給他留下的東西，最顯眼的是一份離婚協議書。我看着他將那張紙憤怒地撕成了碎片。當離婚協議被拿開後，下面是房產證、存摺、銀行卡、高額保險單、公司股份轉讓文件。我的父母走得早，鐘明浩成了我唯一的牽掛。我之前不願離婚，就是想把這些都留給他，期望他下半輩子能夠過得更加幸福美滿。就算忘記我與女兒，我也只願他能安好地活着。但如今看來，這份希望變得渺茫。鐘明浩面對這些，哭得情難自已。他近乎自虐般地走向儲藏室，
取出一家3口的合影，緊緊摟在胸前。我看見他的眼中一片荒蕪，周身環繞着死一般的沉寂，靈魂仿佛都已經被抽離了。突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麼，踉蹌着跑向浴室。許久之後，他從浴室出來，身上布滿了紅痕，他卻不滿意，嘴裡喃喃：“為什麼還是洗不掉？”接着，他又奔向廚房，握起水果刀，一刀一刀在肌膚上劃過，直到鮮血四溢。我在一旁無聲地呼喊，手指穿透他的身體，卻什麼都做不了。他就像是感覺不到疼痛一樣，把自己傷痕累累。就在我絕望之際，鍾明浩的眼神瞬間亮了起來，他幾乎是跑着衝向門口。然而，在看清來者是誰的時候，他停下了腳步。看到我這麼驚訝，明浩，差點就被你騙了呢。白月倚在門邊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懷好意的笑。我一下子緊張起來，生怕他會對明浩做出什麼不利的事情。而明浩迅速恢復了平靜，他淺笑道：“白月，什麼風把你吹來了？”白月的目光死死鎖住明浩，狐疑地問：“你不是說回娘家了嗎？怎麼現身這兒了？”明浩指了指桌面上那份股權轉讓協議：“來拿這個。”一瞥到那份協議，白月的眼裡閃過貪婪的光，嘴角不經意地上翹。我沒忽略掉明浩藏在身後的手，手裡緊攥着那把剛才自殘用過的小刀。明浩緩緩朝白月逼近，而他正全神貫注地看着那份文件。我心頭湧上一股難以表達的情緒，我知道他想做什麼，卻無力阻攔。眼見明浩即將近身，白月蓦然抬頭，尖銳的目光在他身上掃視，冷冷發問：“你這身傷又是怎麼回事？”明浩不再遲疑，猛然抽出手中的水果刀，直逼白月：“都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妻子，我要為他討回公道。”白月的力量大得驚人，竟然一把抓住了明浩的手，試圖反殺。我聲嘶力竭，想要阻止，卻只能無助地穿越過他的身軀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明浩的父母和警察及時趕到，破門而入，就看到了這一幕。白月持刀脅迫明浩簽署那份協議。白月見到警察，立刻丟下刀，拼命辯解說是明浩想要殺他，但明浩之前已經把自己弄得傷痕累累，警方自然是不信的。最終，白月被警察帶走，明浩則被緊急送往醫院。明浩的父母痛心地擁抱着消瘦的兒子，淚如雨下。原來在明浩離開後，白月覺得不對勁，偷偷前往明浩父母家中，卻發現他並不在。他旁敲側擊地向二老打聽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，也引起了他們的警覺。電話聯繫不上明浩，擔心他的安危，便報警一同趕來。白月的瘋狂超乎想象，明浩舉報了白月經營的非法診所，還提供了他非法制售藥物的鐵證，以及自己那份多器官損傷、嚴重功能障礙的診斷報告作為證據交出。白月的黑診所被查封，那些同夥也落入法網。那個中年女人直接供認了白月是主謀，非法拘禁、持械傷人、非法行醫，導致受害人嚴重傷害，數罪並罰之下，白月注定要在監獄裡度過餘生。走出法庭，明浩如釋重負，深深地呼出一口氣。在門口等待的人群中，明浩快步上前，接過了一個罐子，輕聲說了句謝謝，是珊珊料理了我的後事。明浩懷抱着我的骨灰盒，走入了寧靜的陵園。他讓我長眠於女兒的身旁，挑選遺照時，他反覆猶豫，似乎都不滿意。最後，他取出我們的結婚照，滿意地貼在了我的墓碑之上。笨蛋，哪裡有人在墓碑上貼合照的？
他凝視着照片，雙眼泛起了淚光，手指輕輕撫過照片中我的笑容。自那以後，明浩每天都會來墓地，對着我與欣欣絮絮叨叨說很多事情，有時候會帶上一束山茶，有時帶着玫瑰或百合，也有時候帶着小雛菊。我只眼睜睜看他日漸消瘦，一天比一天憔悴。女兒聞着花香喜悅地說：“媽媽，爸爸又送來了好多好看的花泥。”我心中五味雜陳，隱約感覺到了他的打算。鍾明浩再次出現在墓地，這次他沒帶鮮花，而是提着一瓶百草枯。我留意到他身穿一襲素淨的白色西裝，就像我們結婚那天一樣。他先細心擦掉我與女兒墓碑上的灰塵，而後安然躺在了我們母女倆的墓碑間。老婆，欣欣，我很快就來陪你们了。鍾明浩眼含笑意，在夕陽的餘暉中，他平靜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。我輕聲嘆氣，傻瓜。在絢爛的花海中，我和女兒靜靜地等待。只見明浩像一個白馬王子一樣向我走來，我挽起他的左手，右手摟着女兒，一同去往了我們該去的地方。那裡沒有苦痛，沒有遺憾，只有歲月靜好和永遠相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